水培概论第6集：水培法中的灌溉。1、灌溉系统。通常，灌溉系统将水输送到植物，特别是水耕灌溉系统，将营养液输送到生长的培养基，或直接输送到植物的根部。因此，在 NFT 系统中，将植物放置在倾斜的槽中，在该槽中，营养液连续不断地从槽中向下流过，穿过根部的薄膜。1.1 设计标准和特点。所有这些系统都使用压力使液体通过管道或管道移动。液体通过此类管道移动的越远，压力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灌溉系统通常涉及多个单独的回路，这些回路被分组，以便每个组中的许多植物同时被灌溉。每个回路的设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 容量 B. 统一性。 A. 容量。灌溉回路的基本标准是它必须具有处理对它的需求的能力。如果系统中所有发射器的流量之和超过系统的容量，则许多发射器将无法正常运行。应当注意，通常不需要同时运行所有回路，但是在大型操作中，可能会有数百条回路，并且在炎热的夏季，可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操作。B. 统一性。在商业生产中，均匀性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非均匀系统中，部分生产不合格或延迟。灌溉系统的类型会影响均匀性。高度的养分施用控制是滴灌的主要优势，这是因为每个区域中的大量排放源具有很高的排放均匀性。1.2 系统类型。头顶系统对植物的生长和品质有一些不利影响，并导致疾病问题，尤其是在作物快要结束时。物和物系统向空气分配水，应用于气候控制，而不是用于植物的供水。高压物系统分配小的水滴，这些水滴在到达植物之前会在空气中蒸发。动臂系统由一台锁具组成，该钻机在植物上方架空移动，从而实现均匀灌溉。1.3 系统布局。通常，水耕灌溉系统分为开放式、半封闭式和封闭式施肥系统。没有底物的水培法，例如 NFT 气培或烟灌法系统，是封闭系统。开放式系统是水培法，无需再循环排水。排水溶液的百分比取决于所使用的灌溉系统、灌溉控制和机制缓冲液。由于环境污染，开发了封闭系统，因为它们可以在长期作物中重复使用排水解决方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半封闭系统是技术上封闭的系统，有时会打开以冲洗排水溶液或更改系统中的整个溶液。对于封闭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减少水和养分进出的步骤，但不能防止。2、灌溉控制。
2.1灌溉时间表。从历史上看，园艺中最常用的灌溉方法是安排灌溉时间。这有2个方面：灌溉事件之间的持续时间和灌溉事件的持续时间。通常，2次灌溉之间的间隔固定在一定的时间，例如1天或1小时，该时间应季节性调整。每次灌溉的持续时间由试错法设置，以确保每个灌溉圈提供必要量的营养液，外加20%至30%的营养液。2.2基于传感器的灌溉控制。灌溉控制的最佳方法是测量相关的根区变量，并使用此信息做出灌溉决策。其原因是我们直接测量需要通过灌溉控制的变量。传感器中的电导率与湿度，也与液体的导电度有关。2.3基于模型的灌溉控制。近年来，园艺中数学模型的使用已大大增加，并且人们在开发可用于计算植物水分状况的模型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此类模型通常在计算中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环境变量：光整合、平均气温、风速、空气运动和相对湿度或蒸汽压不足。2.4建立营养液吸收模型。人们已经开发了许多用于土壤中水和养分运输的模型。尽管在水耕系统中有更好的控制机会，但与土壤相比，对机制中水分含量的控制知之甚少。